今天就来到了暹粒最著名的景点吴哥窟，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人都去往这个景点，也可以说这里也就代表了整个吴哥窟。依然是有一道护城河，而这个护城河真的很穿透，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湖面。而现在我们正在走过一座石桥，然后去往前面的吴哥窟。建于12世纪初，一开始它是印度教寺庙，后这面随着佛教流行，它后面就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佛教的寺庙。游客相比于其他景点真的是多了1倍都不止，而且可以看到上面的门窗上面都有精美的浮雕。现在就来到一个走廊里面，然后两边都是比较长的长廊。哇，那前面就是吴哥窟的主要建筑，真的是比较震撼。身后才是吴哥窟的最主要的主体，我们前面刚经过的只是一个门面。哇，从这里看真的是很震撼，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当时高棉帝国的辉煌。然后两边都是一些巨大的草坪，可以供人们野餐、休闲以及徒步。哇，真的是很震撼，而且可以看到它的主体有5座莲花塔，最高的一座塔是高达65米，象征着印度教里面的须弥山。吴哥窟它不仅是柬埔寨这个国家的象征，同时它这个宗教建筑也被印在了柬埔寨的国旗上，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被印在国旗上的宗教建筑，真的很不可思议。可以想象这个建筑对于柬埔寨这个国家的意义到底有多重大。现在我们离这个吴哥窟越来越近了，可以看到它很明显，它中间有5座莲花塔。哇，真的是很震撼！可以看到我身后，那就正式进入这个吴哥窟里面了。这建筑内部真的全都是人啊！可以看到它这个楼顶还是比较高的，不像一些其他的建筑群都比较矮。可以看到它整个建筑的形态是对称型的，中间是一个长廊，而两边的话都有一些空间。这些墙壁上的一些壁画还是比较精美的，而且也是保留到了至今了。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建筑的空间啊，确实更加的广阔，然后走在这边没有显得那么拥挤。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长廊走出去，然后去前面那座莲花塔去看一下。这边的回廊真的是多。那现在就来到了吴哥窟最主要的地方，5座莲花塔。其实这个塔的高度在于它的平台比较高，所以说这个平台就把这个塔给垫了一下，所以说就显得这莲花塔就在整个主体当中比较突出一点。然后塔的旁边也有一个4方形的回廊，然后回廊里面一些佛手全都没了。哇，走在这边
确实可以感受到很浓厚的一些历史气息在这里，而且尤其走在这窗户边上啊，确实不一般。如果要上上面的莲花塔的话，必须要上去，可以看到楼梯有很多人都在爬。那我们也上去爬一下，看一下这塔的内部的结构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这个塔确实比较的陡啊，可以看到这个楼梯的斜度也是比较大的。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个楼梯带给你的上坡的强度，整个台阶也是比较高的。真的是有点累啊，爬这个楼梯，虽然看上去不是很长。可以看到，这楼梯确实很高吧，而且可以看到上面门窗上面的一些雕刻，哇！那现在就正式爬上来了，进入到这个塔的内部当中了。可以看到整个塔的内部结构啊，也是正正方方的回廊形状。那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座莲花塔。从远处可以看到这座莲花塔其实棱角比较分明，但近距离你可以看到它整座石塔的旁边还是有些石化，导致它的角并不是很尖锐。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外面真的是郁郁葱葱啊。这里就是整个塔的中间，可以看到塔的中间供奉了一座佛像。4个莲花塔就在4个角，然后一个最主要的莲花塔就在中间，然后中间下面又供奉着佛像。然后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回廊来绕圈，逛完整个莲花塔。其实这里跟其他的回廊没有什么差别，主要它是建在上面，同时可以从外面看到一些风景。主要还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莲花塔内部的情况。这些花纹我在其他的建筑当中并没有看到，其他的建筑的墙壁基本上都是一片铜白，就这里会有一些花纹。这个窗户我们就可以看，这就是我们前面走出来的路径。那在上面也就是绕着的回廊绕一圈，然后看一下中间的佛祖，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那这就是整个上层莲花塔内部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就下去。从这里走下去，看下面就比较壮观了。哇！那吴哥窟这个景点除了莲花塔之外，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浮雕长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浮雕长廊很长，总共有800米。它上面雕刻了一些印度教的2大史诗，以及刀面帝国的各种战争、文化、生活以及各种宫廷礼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实在暹粒这个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雕塑，尤其是在门的两旁都有很多人拉着一个巨大的蛇吧，应该。上面的盾牌的纹理啊，都特画的很到位啊。这也是不同于其他景点的一些特画，都是比较模糊粗糙，要么就是损毁。这边保存真的是比较完整。从远处看，我觉得才能欣赏到吴特珠这座建筑带给你的一种震撼。虽然进去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的细节，但还是距离产生美。从这里看，才能感觉到这的魅力的所在。我现在就可以租辆自行车，这也是我在台湾日月潭之后第2次骑着自行车去浏览景点，而且骑自行车跟骑摩托是真的不一样。自行车你可以脚踏实地的走完每一步路，而且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也是很舒服。骑自行车又找回了当初上初中骑自行车的感觉，而且2只手都没有扶把手，久违的青春的感觉，太舒服了！骑着自行车在这边悠闲的逛着。我们现在离那个石门已经越来越近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石门上面有一座笑脸，也就是暹粒的微笑。然后前面就是石门了，然后石门上面有一座非常典型的笑脸，而这笑脸笑得很神秘。那现在我们又穿过这石门了，这边所有的车都是经过这一道门啊。然后我身后这座石门上面也有一座笑脸。哇，在这边骑自行车不需要扶手的感觉真的很好，很自由。而前面一个景点骑自行车过去差不多也就5分钟吧，因为只有2-3公里的距离，所以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徒步往前走。那我身后就是巴龙寺，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上面的石塔有神秘的微笑。有人说这的笑脸啊，它是代表着国王；也有人说这笑脸它其实是代表着观音菩萨。可以看到每座石塔上面都有笑脸，哇，真的很特别啊！据说这里面的石塔一共有54座石塔，而且每座石塔上面有4座笑脸，所以说这里面相当于有200多的笑脸。这里的节奏很明显是与众不同，它不像吴特珠是有一种对称，这边都是层层叠加，营造一种神秘感。而且可以看到这边的石头啊，都已经很久远了，都有些白斑了已经。这些脸啊，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你，看久了，对视久了，感觉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走在里面像在迷宫一样，无时无刻都可能迷路。走到通透的地方，一探到上面的石塔，就绝对能探到一张脸。哇，确实有点诡异。走在这边真的很危险，而且里面的灯光也不是很充足，所以说要比较小心。真的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好像每个塔的中心四周都会摆上佛像来祭祀。全都是笑脸。建筑群里面可以听到一些蝙蝠的声音，而且里面有很浓重的味道，应该也是蝙蝠的味道。觉得还是从外面可以更好的感受这个寺庙的笑脸带给你的一种神秘的感觉。从这个走廊一直走，可以走到前面的石塔。而且后面也有一个建筑，所以说这边的建筑群真的是很多。哇，从这边看前面的石塔就比较震撼了。走在这个石桥之上，然后一步一步的前往我身后的这座石塔。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走。然后去往前面的石塔，站在高处欣赏一下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最讨厌爬楼梯了，尤其是在这么热的天。哇，可以看到这边比较安静，没有很多游客。这边楼梯真的很难爬，又陡又斜又热。现在终于爬上来了，在这边看一下风景，确实很不错。而这边顶上的话就是一些石堆，而且你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会儿。那这就是吴德图了，可以先去探一下吴德图，然后去莲花塔里面逛一圈，然后再去探一下浮雕长廊，最后可以来到巴隆寺探一下县立的微笑。然后在这附近逛一下，那这就是吴德图的景点，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那今天就先这样吧。哇，你这